我最好你不要拍这个，快跑！好听，不敢踩，不敢踩。哎呦，全套了，不敢干。赶了一天的车，刚到防城港天堂湾，然后发生了下面的故事。我最好你不要拍这个。哎，收多少钱呀？20一个啊。好。发现我们在拍摄以后，突然改口不收钱了。对呀、这个时候我们摆那里了。不收钱了，开始为难我们。这里有个垃圾场，就是，对我们到在这个树，那垃圾场。我这个是水。我们到这个树里边没事吧？有树呀，我咋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水啊？生活用水。让我们把洗菜水倒到50米开外的垃圾站，随后想着出门不找麻烦，赶紧做完饭就走。没想到他们说你们去到哪里玩都要花钱，还说来广西玩了连20元都不愿意花。我听到这瞬间就憋不住了。我给你100都可以，但是你要有就是要有规定。就到我这个这里，你说他有洗碗水没事，又没有炒菜，碗里面有不是，现在是这个问题。我没炒菜，怎么有？妈，你别说话。是这个问题，就是现在收多少钱？第一我给你，第二说什么收什么。第二就是你给我发票，我给你100都给，只要有发票咱就给。我就是说要你把这个垃圾丢成那可以啊，垃圾场。我就丢了个垃圾场。我们每到一个地方，全部都是有。我们都捡起来，把垃圾你来看这里，告诉你，对呀。所有的垃圾袋我们都在这上面挂着。我头下怎么看着垃圾袋？味道特别重。年轻的那个女的一直喋喋不休，说我们出来玩了，哪有不花钱的？我们刚才在来的时候已经在这里消费了好几百块钱了，买的蔬菜、买的零食、买的泡面已经为当地做贡献了。但是你要说不清不楚的让我给钱，对，如果说你不明不白的让我掏钱，我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掏。走吧，我们走了，收拾东西，不做了，把东西搞一下，我们赶紧要走，找个地方，换个地方。把火关了吧，全部收拾东西，我们走啊！我们现在就走啊！视频太长了，我大概给大家解释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。现在我们准备出去，然后呢，今天的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呢本来要去北海的，但是呢，我在那个网上看很多人说，北海呢就比较堵，人非常多嘛。然后我看评论区有人说去这个防城港，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防城港。防城港以后呢，我们就看了推荐说来这个叫什么湾来着？这个叫天堂滩好像叫是吧？天堂滩呢，然后进来以后呢，就是这个路啊非常窄，然后挤了我们应该是大概45分钟时间吧，就跟那个农村的土路一样，就那种很窄的路。然后到了以后呢，我就下车嘛，我骑着电动车，我就去海边找露营点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这个车呢就停在了路边。停在路边以后呢，我就给我老爸老妈打电话，我说里边太堵了，里边去，因为它单行道嘛，就跟老家那个农村里的那个路一样，很窄，就是正常的路就很窄的那种。然后我说这前面已经堵死了，电动车都过不去，我让我爸妈在这做饭。完了以后，我刚回来，刚准备做饭，就被那个路边的那个小卖铺的老板，一个女的，然后就过来给我们收钱。然后当时呢，我就觉得，我说我停的这个地方是路边呀，就是路边上有一片公共的地方，那一瞅就不像这个私人用地嘛，那一看就是公共用地嘛。然后呢，我就问他，我说这个你有什么样的收费手续是吧？然后呢，他就说这个你们来都来了啊，你们不愿意花钱怎么能行呢？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理儿，你花钱的话合理合规，不管是100、1000、1万都行是吧？然后呢，当时他听完以后，他觉得也不在理儿，他就走了。走了以后呢，他感觉气不过以后，应该是那个老太太应该是她婆婆或者是她老妈，然后呢就过来说，我们不能泼水，不对，是我们不能把水泼在地上。刚才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坑。然后就是说到哪儿了？刚才来着，说到那个他不让我们做，然后对那个泼水，然后他就莫名其妙过来说你们
不能把你们的这个洗菜水泼到那个地上。我们说没有泼在地上，我妈刚好把那个洗菜水全部都泼在了那个哪儿，全部都泼在了那个就是树那边的那个土里边嘛，就是树植的土里边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，我哪知道你们这个水里边这个有没有油水，你们不能往里泼啊，然后不让我们泼，非得让我们走50米的那个走50米的那个垃圾站，让我们走50米去泼水。我到这儿我就感觉到，这就不是能不能停车的问题了，这就是人心坏不坏的问题了。然后当时呢，我就有点生气了嘛，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必须跟他掰扯掰扯啊！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我们第一天来广西，然后我告诉他，我说我在这儿已经消费了有450加上158，已经消费600多块钱了，我们还要在这再玩2天，对吧？我们不是没消费啊，但是你要有给我一个合规的说法，让我去主观去消费啊！你不是你跟这个20年前你围村围路收费围那个路收费有什么区别？所以说我到最后我就说，咱们不在这做饭了，我们做饭都不做，我们赶紧走啊！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走了。我觉得这个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事儿就很过分。这是我们出来旅行之前第一次遇见这个事儿。反正我相信以后啊，这种事儿还会多。反正咱们开房车出去，尽量就是我们已经反正非常注意和规避，不给大家惹麻烦了，垃圾不乱丢，然后呢，水呢我们都是丢在那个土里，反正就是，哎呀，出去旅行啊，我觉得这个房车是吧？大家自己理解吧，反正我们只能做好自己了，管不了别人啊，就这样吧啊。我们刚换了一个地方，然后到这里继续做饭，非常的凉快。然后你能不能把衣服穿一下？这有时候记录个视频。大海就在边儿，然后今天晚上3点钟我们要去赶海，然后看一下能抓多少海鲜，啊，然后现在我们继续开始做饭吧，把刚才的东西拿过来。我感觉这里的环境非常舒服，然后这个位置是哪儿来着？然后让我想一想，刚看了一下，就是我们现在在山新村，就是大山的山，新鲜的新，村庄的村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就是这才叫真正没有被开发过的，就是环境非常好。然后呢，晚上有很多人在沙滩上在那里玩，没有围村收费，没有围路收费，然后停车场的价格也非常合理，10块钱一辆车，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做饭，好吧？晚上3点钟我们去赶海，来端东西。原封不动的全部摆出来。还有什么菜？贵州的猪肉差一点没吃了，今天啊。哎，还有馍馍。馒头。你知道今天我有一种什么感受吗？就是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是吧？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这里的环境太舒服了，这个海风太棒了。开做炒菜。放这个屌一点啊！来给大家看一看啊，今天炒的什么菜？辣椒炒肉，大白菜，然后干煸这个知了，然后2条黄瓜，虾，贵州土州肉配豆角，可以，馒头搞定。准备吃饭啊！准备吃。晚上3点钟我们去赶海。今天准备发大财啊！我们准备开始赶海了。挖个大螃蟹，明天吃大餐。吃大餐，吃大餐。走，海鲜大餐。这还有鱼呀、这是什么鱼啊？跳鱼吗？哎，你看，哎，这个螺你看到没有？这个螺，哎，这叫寄居蟹，你看到没有？寄居蟹，它去这个小被窝里边了。对。可以啊，收获可以。一跑，哎，有了。这个小洞啊，全里边。你看，就是。全都是小螃蟹。啊？小螃蟹吧？对。哎，是吧？小洞都是小螃蟹。小螃蟹。哎，大螃蟹。快来！大螃蟹。跑了，跑了，快！跑得可快了。快！这个是小螃蟹，我刚才有个大螃蟹。不是。哎，你看，你看这个螃蟹也大，你看，是吧？快抓住了！
你看没有？这是个青的，你看这青的。青蟹吗？这个是？这个是什么蟹？兰花蟹。兰花蟹不是南瓜蟹吧？下大雨了，今天的渔获就3、5只螃蟹。哎呀，赶海失败，苍天助曹不助我呀！我去，发现乌龟了吗？发现乌龟了吗？死鱼啊！你让我白激动一场啊！快跑！快跑，下大了！快！买点别把脚划来了，买。今天赶海的代价太大了，全身湿透啊！到了房车这儿，全身湿透。我今天总结了一下，吃饭被人赶，然后去赶海抓海鲜，然后老天来一场大暴雨。我感觉就是今天运势不对，所以明天驻车哪儿也不去了，休息，就啥也不干，休息剪辑视频，准备横屏观看。现在的海边特别爽，这感觉就像你冬天里边在泡温泉，巨爽。然后呢，我让我爸妈来，他们不敢来，他们害怕，只敢在岸边玩。所以说，啊，现在涨潮啊，太厉害了。所以说。等一下，我们就现车了。这一集我决定要先烂尾了，因为明天就要出发越南了，没时间剪辑了。大家先将就一下，别忘了点个赞哦。我爸妈第一次出国越南之旅一定很有意思。先失联几天，1周后更新。唉，真爽啊！搞了1个多小时了没搞出来，现在准备开出去啊！打油门。搞定了，准备出发。走喽！我们的行程中最后一个大海啊，非常美，非常美。如果说你们来了防城港的话，就一定要来到这个山心沙滩。它的滩非常干净，没有那么多垃圾，然后那个滩呢还很浅，就非常安全嘛。人家这里卫生也好。别的沙滩我就不评论了啊，然后省得到时候被骂。然后我们下一站准备出发东兴口岸，准备开启带我爸妈去越南之旅。